人生中的大小事件，无论如何变化和包装，都像一场场精心设计的考验。我们的故事里有原生家庭的纠纷，父母离异的创痛，中途辍学的孤独，情感背叛的失落，创业失败的绝望，还有在人际关系中被排挤、被误解的无奈。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事件，其实背后都隐藏着相同的本质，一个自我在现实世界中的失落和挣扎。我们往往以为自己是被命运无情的打击，却未曾察觉到，真正令我们受伤的是那个被否定、被拒绝的自己。当我们被拒绝时，为何会感到羞耻、无能，甚至陷入无尽的抑郁与愤怒之中？这些情感并不是来自事件本身，而是源于自我无法接受被否定的事实。自我强烈的二元对立种下了敌我、自他的概念，让人们在被拒绝的当下立即升起一种生命价值的匮乏感、无助的空虚感，甚至是一种深藏心底的生存危机感。这些看不见的情感风暴，往往比事件本身更为摧毁人心。生命的洗礼是一场无人能避的试炼，没有一个人能跳过这些负面感受的折磨。无论我们在何种情境中，那些自我被拒绝、被否定的时刻，都像是灵魂剧本中不可或缺的一幕。然而，若这些负面情绪无休止地在心中盘旋，最终夺走的将是我们一生幸福的权利。这并不是我们灵魂设计这出戏的初心。走过命运考验的过来人，往往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”但这句话背后隐藏着多少智慧和看不见的礼物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看见？古代圣贤如何在逆境中自渡？探索命运变化之道的易经，揭示了宇宙的真理：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福祸相依。智者明白被拒绝中隐藏的礼物，而我们所认为的得到，也许并非全然的福。这是古老智慧中对得失的深层解析，揭开我们肉眼无法察觉的真相。人性的眼睛只能看见得与失的对立，而觉者的眼睛则能看见得中有失，失中有得。菩萨慧眼看到的是得就是失，失就是得；佛眼更是看到一切的必然性，不得不失。这篇文章将带你深入探索自我在命运挑战中的挣扎，揭示逆境中的隐藏宝藏，并引导你以智慧的目光看待这些看似不可一世的挫折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与自我和命运的对话，在每一次看似失去的时刻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礼物。一、自我创伤的根源，被拒绝的痛楚。自我创伤从来不只是表面上的伤痕，那些在我们生命中掀起巨浪的事件，不过是自我与世界碰撞的结果。面对拒绝、失败或不被理解，往往引发深层的情感反应，让我们痛不欲生。拒绝、孤立、失败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尖锐，是因为它们直击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那个渴望被认可、被接纳的自我。自我就像是一座孤岛，它寻求与外界的联系，试图通过他人的反馈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。当这座岛屿上的灯塔无法照亮外来的船只，或者灯火暗淡不被注视，岛屿便会被孤独的黑暗吞噬。自我在被拒绝的当下，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法被世界所接纳的痛苦。这种痛苦源自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：归属感和价值感。当我们面对拒绝时，通常会有两种情绪上的防御机制被触发：羞愧和愤怒。羞愧来自于自我感知自己不够好，不值得被爱，不值得被看见的内在评价。这是一种向内的攻击，让我们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中。而愤怒则是一种向外的反击，将所有的不甘、失望投射到拒绝我们的人或事上，以掩盖内心那个脆弱的部分。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如同一场内心的风暴，搅乱了原本平静的心湖。然而，这种来自自我拒绝的痛苦并非无解。理解痛苦的根源，是我们打开心结的第一步。自我在面对拒绝时，实际上是在应对一种自我存在价值的挑战。
这种挑战在心理学中被称为自我认同危机，即个体在面对挫折时无法有效地调试自己的价值观和认知，进而陷入混乱。这种混乱不仅限于心理层面，更会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，使得人们更容易陷入一种自我防卫的状态，排斥所有可能带来痛苦的情境或人事物。因此，面对拒绝与挫折，我们需要学会用更为宽广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痛苦。每一次的否定，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回头审视自己的内心。自我强烈的二元对立，使我们难以超越好与坏、成与败的框架，让我们无法释怀那些无法改变的现实。只有当我们看清了自我的这层执着，才能在面对命运的波折时，从内在找到真正的平静与力量。命运的洗礼，痛苦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，没有人能避过那些刻骨铭心的痛楚。这些痛楚，或许是亲人离世的悲伤，是事业失败的无助，是情感破裂的心碎。人生的起伏，无疑不再检验我们的耐心、智慧和承受力。许多人在面对这些苦难时，总是会忍不住质问命运：为什么是我？这样的心声不分年龄，不分国界，仿佛是人类面对逆境时最本能的反应。但若我们细细品味这些经历，你会发现，痛苦本身并不会主动来找我们，而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之相遇。痛苦是生命的导师，它通过一次次的失落和挑战，逼我们向内反思，让我们从失败中学会放下自我，接受现实。每一次的跌倒，每一场的挫败，都是灵魂成长的阶梯。我们只能在一次次的跌宕起伏中，逐渐学会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解，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对话。古人常说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这句话的深意在于，生命中的每一个痛苦时刻，都在为日后的蜕变铺路。我们的灵魂并不是脆弱的，它有着无限的韧性和潜力。面对痛苦，我们可以选择自怨自艾，也可以选择在困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。这并不是逃避，而是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那些看似无法忍受的经历。在许多修行的哲学中，痛苦被视为一种洗涤的过程。无论是佛教的苦集灭道，还是基督教的十字架之路，都强调了痛苦在灵性成长中的重要性。这些古老智慧的共通点，在于他们并不逃避痛苦，而是将其视为生命必须经历的磨砺。正如《易经》中所言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人生的逆境往往是通往新生的契机，而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以智慧和勇气迎接这些挑战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命运的洗礼？首先，要认清痛苦的本质，它是暂时的，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考验，而非永久的枷锁。其次，要学会在困境中看到希望，即便那希望微弱如萤火，也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让痛苦夺走我们对生活的热爱。逆境并不是灵魂的绝境，而是它通往更高境界的门槛。正是这些跌宕起伏，让我们不再惧怕风雨，反而能在狂风暴雨中展开翅膀，自由飞翔。智慧的指引，在逆境中看见隐藏的宝藏。古人常言，大风大浪出英雄。逆境之所以珍贵，不仅在于它的磨砺，更在于它能揭示人心的深处，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找到真正的自己。面对命运的跌宕，圣贤们的智慧往往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启发。这些来自易经、禅宗、道家等古老智慧的指引，让我们得以超越自我的二元对立，洞悉命运中的得失不过是生命无尽变化的其中一环。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，其深邃的阴阳哲学揭示了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福祸相依。在这样的天地观下，所有看似的灾难与福分都不再是绝对的，而是彼此转化的。逆境中往往蕴含着无限的可能，正如山川河流般绵延不绝。对于智者来说，
所谓的失败并非终点，而是重新出发的契机。那些曾经的伤痛，那些看似无法逾越的挫折，只是我们通往更高境界的桥梁。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在一个小村庄里，村民们一直敬仰着一位智慧的长者。有一天，一匹失控的野马闯入了村庄，村民们对此感到惊慌失措。长者却只是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这不见得是坏事。”果然，这匹马后来被驯服成为村民的帮手，带来了不少便利。但随着马匹的到来，村民中的年轻人因为骑马不慎摔伤了腿，大家开始埋怨野马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不幸。长者却依然平静，说：“这也不见得是坏事。”不久后，战争爆发，村里的青年男子被征召入伍，唯有那位摔断腿的年轻人留了下来，躲过了战争的浩劫。村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，事情的好坏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颠覆。我们所认为的灾难，或许正是未来幸运的伏笔。智者的智慧在于，他们不仅能够忍受逆境，还能够透过逆境看见深藏其中的机遇与礼物。每一次的失败都在训练我们的耐性，每一次的拒绝都在磨练我们的韧性。当我们停止执着于眼前的失，而是开始挖掘其中隐藏的得，那么命运的面貌便会完全改变。正如我们在追求富贵荣华时往往忽略的代价，所谓的成功背后，可能潜藏着我们未曾察觉的风险和危机。佛教中有句话：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，这正是对得失之间微妙关系的最佳诠释。我们肉眼看到的往往只是表象，而内心的智慧则能穿透现实的迷雾，看见本质。在一个懂得从失败中学习的人眼里，没有永远的挫折，也没有永远的胜利。正如佛法所说的空性，所有的得失都是短暂的、无常的，它们只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暂时的风景。拥有这样的智慧，我们才能在逆境中依然坚定而从容，不为成败得失所困。4. 自我的超越，重塑内心的力量。当我们深入探讨自我的本质时，会发现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固体，而是随时随地在变化和重组。自我就像是一条河流，它的形状会因为外界的影响而改变，时而平静，时而汹涌。这样的流动性让我们有机会在经历创伤后重新定义自己，重塑自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学会如何与自我的脆弱和平共处，并从痛苦中汲取力量。面对挫折和拒绝，自我往往会本能地反映出负面情绪，这是因为他感受到威胁，害怕自己无法承受那些痛苦的真相。这样的恐惧让我们陷入了无尽的防卫状态，并且不断地重复着自我保护的行为模式，无论是封闭自己，还是过度讨好他人，这些都是对自我认同危机的反应。然而，唯有勇敢地面对自我的脆弱，我们才能真正从中获得自由。当我们意识到自我并非不可改变的时候，内心便会开始产生转变。这并不是要我们否定自己，而是鼓励我们去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我。正是这些瑕疵，这些不完整，构成了我们真实的生命体验。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让自己有机会从每一次的失败中学习并成长，而不是将所有的挫折视为生命的打击。这种自我重塑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对自我认知的更新。透过持续的内省，我们可以开始看见自己过往的行为模式，并找到新的方法去应对未来的挑战。当我们不再仅仅依赖外在的成就感来衡量自己的价值，而是转向内在，寻找真正的平静与满足感，这才是真正的自我超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禅宗的智慧提供了宝贵的指引。禅宗讲求的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心态，不执着于过去的伤痛，也不追逐未来的幻想，而是专注于每一刻的当下。这样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放下对成败的执念，因为我们明白一切的痛苦和喜悦都如云烟般终将散去。唯有当下的心念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掌握的。透过静坐，
冥想和内省，我们可以逐步锻炼出一颗平静的心，从而摆脱那些无谓的情绪纠缠。这不仅仅是一种逃避，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疗愈。当我们学会在内心找到平静，即便外界风雨如晦，也无法动摇我们的心智。这种内心的力量，才是面对命运洗礼时最为珍贵的宝藏。5、转化与重生，从痛苦中绽放。人生中最珍贵的经历，往往诞生于最深的痛苦之中。就像一颗种子，必须先经历黑暗的土壤和重重压力，才能突破泥土，迎向光明。痛苦并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是生命为我们准备的一场盛大蜕变。在经历过创伤和挫折后，真正的重生往往悄然而至。转化是一个从内而外的过程，我们无法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它们。那些曾经的失败，那些让我们夜不能寐的痛楚，不再是生命中的阴影，而是我们成长的证明。透过转化的力量，我们不仅能够从逆境中走出来，更能从中获得无比珍贵的智慧。我们的灵魂就像是一座矿藏，蕴含着无数尚未开采的宝石。痛苦和逆境，正是那些凿开岩石的锤子，让我们看见内在的璀璨。每一次的跌倒，都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不曾察觉的盲点，每一次的拒绝，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勇气是关键。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恐惧，去承认自己的脆弱，去放下过去那些难以释怀的包袱。当我们愿意直面痛苦，而不是逃避它，便会发现它其实并不可怕。真正的恐惧往往来自于我们对未知的猜测，而非痛苦本身。当我们勇敢地踏出那一步，痛苦便会化为平静，重生的契机便随之而来。我们可以从自然中学习到很多。每一个寒冬过后，总会迎来春暖花开；每一场暴风雨后，总会见到彩虹横跨天际。人类的心灵亦是如此，经历了黑暗和寒冷，终究会迎来新的曙光。重要的是，不要放弃对光明的追求。只要我们心中尚存希望，那些痛苦的经历便会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资产。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，没有人能逃避痛苦，也没有人能永远顺风顺水。命运从来都是多变的，它既是挑战的施予者，也是智慧的赐予者。当我们以更高的视角看待人生中的挫折和拒绝，会发现那些看似无法跨越的困难，其实都在为我们的灵魂成长铺路。我们应当感谢命运赐予的每一场风雨，因为它们让我们变得更坚韧，更智慧。感谢那些拒绝我们的人和事，因为他们帮助我们看见自我的盲点。最重要的是，感谢自己，在无数次跌倒后，依然选择站起来，继续前行。这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坚持，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源泉。接受命运的礼物，不是盲目的认命，而是以一颗开放的心迎接每一次挑战。相信每一个失去的背后，都藏着我们尚未发现的宝藏。这样的智慧，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起伏时，不再害怕，也不再抗拒，而是以欣然的姿态拥抱一切。当我们能够在每一场逆境中找到平静，便不再惧怕未来的风雨，因为我们明白，无论是的是失，都是生命的恩典。让我们怀抱感恩，走在这条命运为我们铺设的道路上，去体验，去成长，去绽放出最美的自己。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。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，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